第55章，笑起来真好看。我拒绝了宋果，很快又接到了周光华的电话。周光华约我到楼下星巴克喝咖啡。老周毕竟是总监的身份，我不好拒绝，便下楼。老周今天一身休闲打扮，见到我就笑。陈斌，公司的消息你应该知道了吧？我们陈总是个传奇人物，他最早就是从深圳起家的。博越从深圳走到了北京，从一家小公司发展到了现在全国50多家分公司的规模，这都是陈总一手打造的。现在陈总回深圳了，我是他的老部下，我肯定要追随他。我说恭喜周总，希望周总前程似锦。周光华道，陈斌，公司这么多小工，我最欣赏的是你，我希望你能跟我一起去上高，我们携手一起干大事儿。我心想在我之前，周光华同样的套路，怕是见过不下10个人了。因为陈从海的消息既然已经天下皆知了，那这个事情肯定不是近期发生的事情，说不定上个月周光华就已经有了安排，只是一直等到如今才行动而已。一想到这一点，我就想笑道，周总，你手底下人才济济，我虽然是销工，但是毕竟来公司的时间还短，没有什么经验，我跟着您去新公司也很难帮到你。周光华一摆手道，话不能那么说，现在我们上高要快速发展，在华南地区我们马上要扩张到20家分公司左右，你如果过来肯定是经理，我保证你收入比现在要高。我当然不会答应，但是我也没有明面拒绝，只是道，周总，这事儿太大了，马上又到年底了，您能让我考虑一下吗？我说考虑，当然就是不答应，只是到时候再要联系。在电话中我随便可以找个理由就敷衍过去了。周光华有些遗憾，不过更多的似乎还是兴奋。我想走，他拽着我喝了一杯咖啡，吃了一点点心，跟我讲了很多互联网江湖的轶事。这些轶事中当然绕不开陈从海这个人。陈从海是99年创立了博越科技，总部在深圳。02年博越科技被明日资本收购，当时收购的价格是300万。明日资本进驻之后，陈从海继续担任公司的总经理，成为了职业经理人。博越公司的总部从深圳迁移到了北京，现在2年多过去了，陈从海决定重新创业，肯定是和资本方闹掰了。我听周光华吹了一会儿牛，回去之后就碰到方柔和老唐几个人。陈老大，现在我们怎么办？我一笑道，我们当然继续跑单啊，别理上面的那些事儿。我说句实在话，我巴不得深圳公司的人都走光，人都走了，老马干总监，我们人人都封经理，日子不就舒坦了吗？哈哈，我这一说，大家都笑了起来。在巴布我成了兄弟们最信任和依赖的人，他们看我这么轻松，很快消极负面的情绪就淡了。尤其是老唐，他已经开始踏踏实实像老黄牛一样继续打电话了，而我表面上很轻松，其实心里也是7上8下的。我坐到了马从敬的位置上，开始上网查相关的讯息。我跟方柔他们是不一样的，方柔他们是纯粹被老马洗脑了干业务的，而我虽然干着业务，但是思想深度、认知广度要比他们深很多。我查了很多资料，最终大抵厘清了这一次陈从海出走的脉络。表面上看好像是陈从海跟明日资本闹翻了，其实根本上是明日资本和纵横资本2大资本的一次交锋和角力。明日资本代表现在的博越科技，纵横资本则是投资了陈从海，鼓励陈从海另起炉灶搞新公司。这不是资本的角力又是什么？资本最无情，在资本面前任何个人都是棋子，显然陈从海也是被资本调动的棋子而已。然后我想到马从敬，这个时候老马去了哪里呢？我想来想去，觉得自己如果是明日资本的决策者，这个时候首先肯定放弃深圳，因为深圳是陈从海的大本营。这一次突然的变化又很仓促，明日资本肯定要处于守势。如果拿4个1线城市来看，深圳放弃，剩下的就是广州、上海和北京3个地方。一想到这里，我的思路反而清晰了。我想不管怎么变，明日资本肯定不会垮，那就意味着博越科技不会垮。现在深圳公司瘫痪了，好像天塌了，其实鹿死谁手可能还尚未可知。一念及此，我心中大定，决定以不变应万变，不管别人怎么做，我要稳住。马从敬不回来，我绝对不能做任何选择。你们技术部是怎么回事？为什么不按照客户的要求把工期完成？我抽烟的时候隐隐听到技术部那边有人争吵，我掐了烟头过去，看到技术部也只剩2、3个人了，而刚才和他们争执的赫然是高燕。高燕今天竟然上班来了，几个技术部的年轻小伙被高燕训斥的面面相觑，不知所措。我忙道，高经理，今天出事了，技术部这一边也就剩下几个年轻小伙了，他们估计也不了解情况。我一圆场，高燕也就不说话了。我从技术部出来，高燕忽然问我，陈斌，周光华没找你吗？我一笑道，说来话长，要不高经理，我们一起吃午饭去，我请。我约了高燕吃饭，在豪上豪西餐厅。说句实在话，自从上次我和他出了那个事儿之后，后面就完全没有联系，也没有接触了。但是这事儿我一直都记得清楚，我估计他也记得清楚，因为偶尔我们在公司还会碰一下面。我觉得他的脸都有些红红的，
估计也是觉得尴尬。如果不是有今天这么一个机会，我们肯定不会坐到一起吃饭。高经理，你没想去上高吗？我道。高燕嘿嘿一笑，道：周光华去，我就肯定不会去。我不了解他跟周光华的恩怨，但是两人不和是肯定的。我道：其实不去也好，上高和博越之争看上去咄咄逼人，但是前途不一定好。于是我就把自己捋的一点想法跟他做了分享。高燕罕见的笑了一下，道：看不出来，你懂得蛮多。我是第一次看到高燕笑，觉得这女人笑起来比她板着脸的样子真要好看太多。